朋友们好，我有几盆蝴蝶兰的花呢开败了，它们花期大概维持了3-4个月，时间不算长。不过我买的时候呢，这几盆花呢都是我在2月初那个时候购买的，当时呢它们已经都到了盛花期，能维持开3个月左右呢，其实很不容易了。今天我要给它们做一个修剪，首先呢是要把它的这个剪刀，给它修剪的这个剪刀，消毒干净，用75%的酒精消毒了以后呢，就可以下剪子了。那么这个花杆呢，我呢今天想选择就是它这个节点有萌芽的地方上方大概1个厘米这样的位置，来剪。其实很多人呢都是从根部剪的，就是这个花杆啊，花败了以后呢，很多人都是从根部剪，那也是可以的。我今天这么剪呢是觉得好玩，因为我看它的那个节点处好像那个萌芽就要发出来的样子，那我就想试试看，剪在这里它会不会发新的花芽呀，或者是叶芽。如果是发叶芽的呢，就会长出一个小的蝴蝶兰了，也就是说呢，相似于就是给蝴蝶兰做繁殖了。那试试看，怎样都是可以的。接下来呢，就是我要看一看它的根的状态，然后给它的根做修剪。大家可以看到呢，这棵花呢，它的叶子看上去从它的叶子的光泽看，这棵花很健康，所以果不其然，它的根也是相当健康的。虽然有一些在上部的，然后外侧的有一点点，有一部分它的根已经干枯了，那我就把这一部分呢，把它给剪掉，修剪掉。好的呢就留在那里，我尽量呢不留下伤口，只在已经干枯的那个位置去剪，而不是把它还仍然很新鲜的发绿的根剪掉，所以也不会有伤口。另外呢，我的剪刀又做了消毒，所以不会导致呢它的根受到病菌的感染。这个花呢，从它的这个叶子的状态，和它开花的情况呢，可以感觉到它的根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所以呢，我呢也看了它的这个水苔呢，也是很新鲜。那么像这个情况下呢，我就不把它彻底的拆开，去检查它内部的根有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因为从外表可以判断出来，它里面的根应该没事儿。如果有事儿的话呢，叶子不会这么健康，那最下边的那片叶子就会黄了，不会长得看上去这么翠绿，而且在外表的根呢，也会有一些发黑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干枯这样情况，或者是腐烂的情况。那这一棵它的根呢都没有这种现象，所以我呢就只是把我能看见的在外表的已经干枯掉的干瘪掉的根呢把它剪掉，就不另外呢把它拆开来了。这样呢我觉得呢就可以了，做了一个修整了。那么对于这棵蝴蝶兰来说呢，它刚刚开完花，它呢需要一段时间的休眠，我也不想让它马上再开花什么的，所以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呢，是要让它呢后面养根，让它的根呢更加强壮一些。可以看出来呢，它的根很健康，已经有一些就是可以看到它的根的那个尖端那里都有小小的绿芽发出来，说明它非常健康，它状态很好的这一棵。那么我适当的做了修剪以后呢，对于它来说呢，应该是更好的。
那么我就把这个外面的小塑料盆儿就这样套上了，下面呢我就要给它施肥。那像这样状态的一颗蝴蝶兰，刚刚开完花的蝴蝶兰，该给它施什么肥呢？那么我这儿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盒水，这一盒水的量呢，大概是半升水，没有1升。那这个是蝴蝶兰的花肥，这个是给蝴蝶兰促进它长根和叶的花肥。它的那个比值啊，3个数字的比值是25比10比10，也就是氮的含量是25，磷和钾的含量是10，所以它一定会帮助这个蝴蝶兰先长叶子。我用的剂量呢很少的，我通常呢都只会用它建议剂量的1/5啊、1/6这样，少一些。其实花呢更需要的是阳光，另外它要有适当的温度啊什么的。在一颗花它的花刚刚败了以后呢，给它施重肥肯定不好。另外像这种促进枝叶生长的肥呢，如果一下子施重了呢，它会长过多的枝叶，那么就影响它的株形美观。太多的叶子，那么以后看起来开花了，那叶子呢就会失去了就是陪衬的作用，就有一点喧宾夺主了。所以我呢放的量呢是它的建议剂量的1/6到1/8之间。随后呢就把我刚刚修剪好的这一颗呢就放进去了，放到这个小盒子里。已经放好化肥的这个小盒子里面。那我呢还会用这个小杯子把水呢从上面浇一浇，因为我呢不打算呢把这一颗花在这个盒子里面里面浸泡在水里面时间太久，因为浸泡时间太久不合适，因为我呢不希望出现烂根的现象。只要我感觉到水能够渗入到它的根部中心那么每条根呢都能够吸收到营养，随后呢就很有利于呢它的根部生长和它的枝叶生长了。好的，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欢迎大家订阅分享与点赞，我们下期再见。